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进行中国书画部分的专场导览。现在，请大家跟随我去我们的拍卖预展现场走一走吧。这次10周年大拍共有13个专场，2400多件拍品，是历年来规模较大的一次，包含中国书画、信札、古器物和20世纪及当代艺术等。这次春拍的最大亮点是生货非常多，占据整场的60%以上，100%生货专场有3个，包括可居室藏、信札、钱币专场、和光同一上款书画专场、一呼百应王仲英珍藏书画专场。当然，其他8个专场中的其他生活精品也是非常可观。下面我们在预展现场给大家做一次简单的线上导览。右手边的第一个专场是王仲英珍藏书画，这个专场有104件作品，全部是王仲英先生的藏品。王仲英先生曾经担任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宣传部长兼省文联主席等职。因为工作关系，王仲英先生接触到许多文艺方面的专家，并一起很多的大家结为好友，比如说赵朴初，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赵朴初，还有潘天寿，刘海粟、启功、王雪涛、黄胄、李苦禅、张伯驹、潘素、赖少奇等。在这个专场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有名的大家为王仲英先生留下的珍贵丹青墨宝。让我们来看这一件潘天寿的殷实图。这件殷实图创作于1963年，这一年可以说是潘天寿艺术全盛期的大成之作。1956年至1965年是潘天寿艺术创作的黄金10年。这一时期的潘天寿正担任浙江美院院长，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2个方面成果丰硕。此间所创作的多幅代表作品，真正确定了潘天寿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一线大师的地位。这件殷实图是代表潘天寿风格最重要的题材之一。这幅作品中的殷大实小的构图，充溢着一种饱满的能量。老鹰，我们知道在中国画的语境中有着英雄独立的意象，而潘天寿画鹰送人，受画人一般都是身份重要而品格高尚的之人。王仲英的身份地位正是符合了这一意象。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件作品。这一专场中另一件作品是前面这一件郭沫若的这件行书自作诗，同样也是送给王仲英先生的，写于1959年。我们知道郭沫若除了大文豪的身份，还是中国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是上个世纪非常有影响的重要人物。这首诗是他1959年由河南洛阳白马寺所作的一首诗，作后不久呢，就赠予了王仲英，也说明他们的交情也是非常好。
郭沫若的白马寺之行可能还与1961年国务院确定白马寺为全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很大关系。毕竟在当时，郭沫若的影响呢非常之大。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此次春拍的第2个专场，是我们的和光同一上款书画专场。在这个专场里，先到里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专场里。这个专场里主要有女词人沈阳的旧藏，著名古文字专家马国权旧藏，曾担任过山东省省长第1书记职务的谭启龙旧藏，还有香港藏家文坚兴旧藏。从数量来说呢，同一书场专场里旧藏数量一共70多件，有李可染、关山月、赖少奇、唐云等这些众多的名家都会有难得的佳作露脸。其中这里有一批非常有意思的石头，因为沈阳的书斋名为百石斋，所以还有很多的名家做了授石图，比如就是赖少奇、李可染、关山月、唐云、郑乃光等，是这个专题中非常有意思的点。和光专场中最重要的一件作品是李可染的名作《爱婉亭》。《爱婉亭》是湖湘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名胜之一。今天景点悬挂的爱婉亭的匾额，就是根据毛主席亲笔手书而制的。这件作品的画面中有高山，有流水，有红枫。爱婉亭掩映在一片火红的红枫林中。这件作品的用墨色和朱砂两色，是李可染红枫作品的绝佳代表作。旁边还有一件是李可染有非常罕见的花卉题材作品《绿梅》，这一件也在李可染的作品中非常的少见。我们看一下外面这一件作品，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作品是关山月的罕见题材授石梅竹喜鹊，寓意非常好，是蕴含着长寿而高洁的美好寓意。而朱砂在绘画石头在关老的作品中也非常的少见。右边这一件是张伯驹的四瓶梅兰竹菊和潘素的四瓶春夏秋冬，上面的是色彩非常清新可爱，下面的也非常的色彩淡雅，也是很好看的作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专场中还有来拍的会比较多的马国权旧藏。马国权的旧藏里也有惊喜，其中这2件作品，一件是黎雄才先生的《秋江放伐》，
有一件是启功先生的朱砂竹石图。这件竹石图的上面晚华堂呢是马国权的斋号。这件作品呢是启功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候，马国权负责接待他，然后送给他的一件佳作。这个专场此外还有谢之柳、殷野平等各家名家的佳作，请大家可以再继续关注我们的小程序。接下来看我们本次拍卖的国光专场。国光专场我们安排在7月25号晚上的7点半开始拍卖，也就是我们的夜场。这个专场呢，仅有60余件拍品，但每一件都非常的精彩。古代部分，我们先看到的是蓝印的一件西桥初雪，这是一件很少有的精品，在汉末丹青《中国明清书画品鉴》这本书里有出版。曾经有2位北京的收藏大家收藏，张允中和刘少廷，后来又转到了著名学者张古若的手里，称得上是地藏有序。画上蓝印字体法范华圆，也就是法范宽。范宽呢，以《西山行旅图》最为知名。这一幅落纵横旗鼓，构图高丈巨壁，西桥独行。范宽的磅礴气势与沉雄比例在这一件中都有体现，非常难得。好，我们往前看一下。在这个橱窗里有一件是陈洪寿的心经佛像和书法。一展开了。我们先看一下古代部分的后面几件作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是八大山人西山垂钓图，也是一件有出版的八大精品。它有出版在西泠印社2012年的中国书画品集上。画上面有2方印章，大家可以看一看，是与中国书画印鉴款式上的朱大的第10方印和第42方印都可以明白无误的对得上。我们认为这是八大山人的真迹和精品。左边这一件是王辉的丹台集雪，目前我们查到有3处出版。这一件呢，原来是天津藏家赵兰亭旧藏，这一针上面前有其藏用印，是孤上赵兰亭所藏，题签者是孟广惠，也是著名的天津书法大家。下面这一件是张大千的作品，这一件是西山国，也是出版在2013年山东美术出版社的中国近现代书画集中，创作于1967年。然后我们知道，上个世纪60年代是张大千艺术历程中最为关键的转型期。这一件作品选用的是陈年老纸，取法于古代画家俱然，古意盎然，对传统的理解和把控出神入化，有
高古之风，是张大千泼墨泼彩的探索时期的一件复古大作，非常少见。左边这一件傅抱石的春山侧杖，是我们这次夜场的封面作品。它创作于金刚时期的1955年。目前有一次出版、一次注入和一次要展览。在这幅作品中，虽然没有人名，但树荫之间似乎是陶渊明的影子，而陶渊明是作为历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偶像。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自然也就成了傅抱石往往最后的笔下形象。陶渊明的这个形象与傅抱石本人精神上是有很多共通点的，所以他画起来特别的得心应手，非常传神。后面是齐白石的作品《清白有声》，再接下来是傅抱石的另外一件作品《拟柳敬亭像》。这件目前我们查到的有7次出版。当然，柳敬亭也是傅抱石笔下比较常见的绘画人物。他是一个主张改良政治、挽救明王朝危机的人，和猫皮江、侯方域等复社的名士交往很深。然后传说中他相貌多麻，相貌非常的丑陋。而在这一件作品中，作于1943年，同样在上面也题有“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10里堤”。这件作品是傅抱石借机抒发人间哀愁、感叹历史兴亡的一件精品。后面一件作品是黄宾虹的《明月照月间》。在接下来的大家看到的漓江山水。我们往下看，左侧我们看到的是林几件作品，蓝色的是海岸，还有大丽花。我们现在看到的面前的这一作品呢，樱花白鸽作品比较特别的是它上款是著名的传奇女画家潘玉良。这件作品呢，创作于重庆时期，表达的也是画家和受赠者之间的心愿，也是他们希望山河无恙而家国圆梦的美好心愿。也是夜场古代部分的这件黑老虎。这件黑老虎呢，是吴昌硕的莫拓石鼓文并行书石鼓歌，也是非常值得藏家重视的。这一件的石鼓文的拓本
呢为第一史内容，是由吴昌硕于1900年题端，并全文录出韩愈的石鼓歌，是非常少见的精拓本。我们说知吴昌硕者，无不知石鼓文；知石鼓文者，必知吴昌硕。故此件对吴昌硕来说，可谓是非常独特的作品。这一件还有一方收藏印，曾在庞节公家，是庞节公的旧藏。这件作品的来源，流传有趣，曾经在天一阁博物馆编写的书上出版。我们说是吴昌硕的笔墨最终成就了齐白石的衰年变法，但目前吴昌硕的市场价格是比较远远低于齐白石的，这对于藏家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就从这一件作品上看出来。好，这件是胡适的对联，还有郁达夫的作品。王铎的手卷。这些作品都是属于我们夜场的60几件精品作品之一。我们带领大家没有来到现场的朋友们看一下这些作品。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呢，是张大千晚年的泼彩荷花，也是送给他的好朋友孙承祖的，是台湾的著名外交家。张大千在台湾时期和他的交往非常密集。好，我们现在从夜场中穿过，然后我们穿过国光专场。大家现在看到的都是李可染的书法作品。穿出国光的专场，我们看到前面左边是我们本场拍卖会中比特别一个场——居士藏信札钱币专场。著名学者、收藏家王贵成先生号可居，
所以我们这个砖厂是可居室。它在古籍版本、钱币、金石、书画等领域均有建树，是一位少见的通才型学者。潘景正先生呢，称他为魁奇之士。王贵成先生收藏的这批书札数量大，门类多，成体系。本场拍卖会呢，有特别难得的几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种，是袁世凯致长子袁克定、武帝袁世福等人的书札。信札涉及的内容呢，会涉及到袁克定意外落马、袁克定瘸腿的缘由，甚至后来的袁世凯称帝，据说都与此有关，是非常有说头的历史小事。第二呢，还有王国维先生致邹景书信通2通，也是非常难得的信札。3，在左侧我们看到的是颇为罕见的黄遵宪书札数通，这是黄遵宪晚年的重要史料。这些书札呢，几乎每一通都有掌故，而且大多数都出版于王贵成重要的著作当中。4是王贵成先生收藏的一批罗振玉书札，有致宝熙、吴观海、金良等人的信札有18通。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3通。另外，我们现在看到的柜台里的是王贵成先生作为钱币大家，可居室所藏越南古钱，以及一批钱币的文献。这次是作为一个标的来进行拍卖的，也是非常值得藏家重视。可居室的左侧呢，是我们的岭南4大专场。这次我们专辟了岭南4大家的专场。崇正在10余年来，先后举办了有10几场的岭南双博、关山月、黎雄才书画精品的专场。这一次呢，将岭南双博拓展为岭南4家，也成为了这次崇正拍卖的特色专场之一。这次我们将岭南双博拓展为岭南4家，也是提供了一个参照的视角，来对比岭南画派第2代岭南4杰建国后去留背后绘画风格的不同走向。关山月黎雄才
留守，在时代激流中勇立潮头，践行绘画当随时代的诗训。而赵少航和杨善生先生逝去香港，则更多会保留了岭南画派的原汁原味。这种耐人寻味和其中的精彩纷呈，无疑也是在美术史研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在这个专场中，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杨善生都有比较罕见的佳作露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崇祯在线，有图片的比较高清的图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岭南作品中的几件比较重要的作品。这一件是关山月的作品。这件是关山月的墨牡丹，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件作品，尺寸也比较大。这一件我们看到的也是关山月作于1980年的作品，也有出版，同时也有出版。这次春拍中国书画的专场一共有8个专场，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能一一为大家讲述了。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古器物板块。下面我们要有请我们古器物部负责的方琼小姐来为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古器物的解说。我的书画部分解说就到此结束了。然后我把这个给你。这个。好，谢谢。那个我是负责瓷器杂项这一块的方琼，然后由我现在导览一下这个23年崇祯10周年的一些重要的拍品。那我们先入门呢，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精品区域。可以看到我们有明代的这个佛像，还有这个真武大帝，还有以及一些部分的拍品。我们先来看一件比较特殊的康熙时期的末地三彩绣球花太白尊。这一件拍品呢，它是具有唯一性，在就是全国来说，我们全世界我们查阅了相关的资料，目前呢是仅有的一件太白尊形式的，就是末地三彩。因为我们知道太白尊大部分是豇豆红，还有一些白釉为主的，末地三彩呢只有这一件。那这一件呢是
在1988年香港的一个拍卖行，当时就是在88年70万港元卖出。当时的买家是民国的一个藏家陈平。陈平女士呢是对瓷器的这个贡献是蛮大的，她是个很低调的藏家。上海博物馆的刚刚成立之初的很多明代的青花瓷器，其实就是陈平女士家族出来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设计上面呢是很简单，但是呢又不乏富贵。以这个黄、紫、白、绿这几种颜色就是绘画这个很繁复的，就是很富贵的这种绣球花的形状，但是呢又很风雅，不会说很多纹饰很艳俗，该留宿的地方都宿。那这一件它的那个黑地呢是非常的紧致，然后颜色呢是很油亮的，就跟官窑的这种康熙的茉莉三彩瓷器呢，它就有这样的特征，就是很多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效果的。这是我们这次首推的一件拍品，值得大家多多关注。好，我们再继续往后看。我们接下来看的这件希尔尊青花几何图的希尔尊，是乾隆时期的一件官造的瓷器。希尔尊本身在乾隆时期呢，就是也属于乾隆仿古器类的名品。我们在乾隆有这个茶叶末釉色的，还有一些古铜釉色的希尔尊。那么青花的这一件呢，包括它的纹饰，我们这件纹饰呢是几何状的，就是有点类似于青铜器上的纹饰。那么它端庄的器型呢，也是来自于青铜器的那个形状的。这一件的来源跟这个品相也非常好，来源呢是在1988年的香港苏富比的拍卖出来的。记录呢就是还有图录，我们都是查阅的很清晰，所以也算是一件流传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晰的一件拍品。那么这一件它的这个特殊性就是，我们也是在查阅资料的时候也没有找到说有很多，这人量也是很少的，可能也就是目前就看到这一个，也许有更多更丰富的藏家会有看到第二只，但是目前我们就看到这一件是以几何图，然后又是青花的这种希尔尊是非常少见的。这也是我们这是一个重点推荐的拍品。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一些瓷器跟玉器。我们这次主推呢是瓷器跟玉器的。瓷器这一块呢有一件这个康熙时期的釉下三彩的花菇，它上面绘画的纹饰呢是孔雀跟赤龙纹，比较特别。那么康熙釉下三彩呢，本身是康熙时期创烧的，然后在康熙之后呢，又已经停止了烧制所以呢，它在存世量方面来说是比较稀少的。这一件也是故宫的同款，我们这次有3件故宫的同款瓷器，这是其中一件釉下三彩的花菇可以多关注。它在无论从釉色各方面也是相当的出彩，包括来源也是比较清晰，也是一个国外比较大有个拍卖很早年拍出来的。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一件故宫同款的瓷器是这个青花万历时期的青花长枝莲纹蒜头瓶。
这件的釉面呢，具有这个明代的这种比较硬朗的这个特征，然后青花的颜色呢也是比较浓烈的蓝色，它整个造型呢，就是也是属于仿古器，是那个蒜头瓶在青铜器上面就已经有了，也是件仿古器，在故宫也有同样的一件。我们这一件呢也是是国内的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藏家拿出来的。其他的我们再稍微过一下这个瓷器这一块，瓷器玉器。这次几件玉器呢，也是相当于来说是很出彩的，包括这个和田玉的牛皮天机，它在这个工艺跟这个刻工上面呢，还有它这个圆滚滚的形状造型上面都是非常的可爱，而且大中见细节呢，它在那个鸡冠的地方呢，它是有刻出那个凹凸的感觉，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写实。这件它是属于明代或者是明代再早一点点的这种玉器，是相当的有特色的。包括这个紫层佩啊，还有观音啊，都是比较材料好的偏白。我们玩玉器无非就是几个点，一个就是材料特别白，玩和田玉，然后这个质地很好。另外一种就是玩年代跟这个刻工，年份感跟那个古拙感呢，也是这个玉器收藏的所考虑的一个板块。那我们这次可能集中了这个有玉质好的，然后有这个刻工好的，供这个藏家选择，可以多多留意。我们继续往前看，翡翠有一件，这是有个珠宝专场的翡翠也是不错，这件是封面，它无论是从这个水头还是紫罗兰的成色，还有这种绿色的成色来说呢，都是相当出彩的一件。首先料很大，然后里面的杂质呢是相对来说是很少的，然后这个水头呢又是很漂亮，它的紫的颜色发色也很好。那有的在紫罗兰的颜色这个翡翠里面呢，很多是要么就是颜色发不出来，要么就是水头相对来说差。那它的这件综合表现能力是比较好的。这是我们珠宝的封面。然后我们还有一些传承有序的，包括这个有出版物的，然后有文物店来源的，就是库出的一些瓷器。那么这一件我们看到这个光绪官窑的龙纹青花龙纹折沿盘，这件是在安徽早年在安徽文物店购买，然后它有一个安徽文物店30周年的一个图册的出版包括这些就是文物店的一个广州文物店库出的铜制的五彩龙凤纹碗。好，我们再稍微看一看前面的。可以看到前面的有一件古玉，这个古玉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特殊。玩古玉的朋友呢应该都清楚，就是龟壁，然后它是一个玉璧跟一个徽章是合体在一块的一个器型，这种是仿古器，也是仿古器。它这种沁色呢，就是属于，因为沁色在宋代的时候已经有了，就是我们所谓的老提油嘛，就是做成仿古，但它其实是烧的颜色嘛，这是属于仿古器那一类相对来说它的比较大件，而且呢是属于礼仪器的一种。我们继续往前看，我们这次呈现的
拍品的数量跟种类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那么呢，我们除了瓷器这一块呢，还有玉器，还有杂项木件，还有这个小部分的家具，以及一床古琴。我们现在呈现的这个古琴呢是蕉叶古琴，它在形状上面呢是。特别是侧边的那个流水线条的形状是非常漂亮，像一个那个蕉树的那个蕉叶啊，就很漂亮的。那么可以看到它上面那些段纹，就是漆器到了一定年份，它会出现段纹。那这一床古琴表现的呢，就是蛇腹段会比较多一些。我们可以听一下声音，声音现在还是很出彩的。今天下午我们在预展的时候，也有很多玩古琴的朋友过来试过声音，觉得这个音色在乐器来说它是相当出彩，它有这种古代这个木器它所能发出来的厚重感觉，是现在新琴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现场去试弹，我们是公开的，可以给您试弹。当然自己要调音，因为老的琴呢，它那个调音的那个地方容易滑，就是容易走音，要不断的去调它才行的。好，我们继续往前。那么因为我们是广东地方的拍卖行，所以呢，我们每一次拍卖都会有一些广东贴近的一些器物，包括您所看到的，现在是通草画。那么通草画是清代晚期包括清代中期那时候也有，它是那种水彩画在通草那种纸上是属于外销的一些品类。广州向来是一个比较繁荣的通销，就是外销这个口岸嘛，所以对外的器物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好，继续往前看。然后这一次我们珠宝呢也有一部分的拍品，因为有一些现在已经晚了，有一些珠宝是我们收起来了，那个第二天再展示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以翡翠为主，征集了部分的珠宝，这次也是我们首次的珠宝专场。但从今天的这个人流量来看呢，今天关注的翡翠珠宝的人还是相当多的，可能包括那个手镯，还有那个玉珠的挂链呢，都是属于比较高档的翡翠，可以多关注，我们现在离开精品区，然后去到我们的一个整体的展览的现场预展现场。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展览的这个部分也挺多，一共是有差不多600多件的古器物。现在看到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个橱窗呢，是有铜炉，还有瓷器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基本上全是这个广州文物店出库的一批产品就是对于有来源有文物店出库的产品呢，就是它在各方面有所保证，也是比较受欢迎，每次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部分。好，瓷器这次瓷器呢是我们的一个大主题。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件是这几个石湾窑的公仔，我们所谓的石湾窑公仔是很特殊的。石湾窑呢是向来是广东地区的一个本地的瓷器产物。那么呢，我们这件有幸征集到这个清代晚期的潘玉书制造的，还有温仲林以及那个
陈氏，就是属于石湾窑大师的一些制造的石湾窑，是属于少见的。他们现在的东西在市面上目前也是比较少见，是属于我们博物馆呢，就是佛山博物馆呢，还有那个广东省博物馆也有收藏一些清代晚期大师级的一些作品，我们作为一个展示。好，继续往前。然后在这一边我们看到这批瓷器呢，我们这次是在庆物专场里面有一个家器，就是藏有的一个专题，是统一藏家的。那么这位先生呢，他是岭南的一个藏家，他是以瓷器为主，是早年都是购买于一些拍卖行还有一些那个文物店一些产品。那么他这次提供了一些呢，就是质量比较有保证的，然后一些好玩的，但价格未必很贵。那比如说这一件那个郭宝山，就是郭氏5款的一个梅瓶，那它这种就是仿乾隆，就是民国仿乾隆的一件画工很精细的一个小梅瓶啊。郭氏5呢，就是郭宝山，也就是民国时期的督陶官啊，当时的红线年制的瓷器，还有那个红线年制，还有郭宝山款的有几件，有几种款的瓷器，还有那个聚仁堂的瓷器，都是由郭宝山他监督制造的。是属于晚清官窑，应该是说，我那个民国官窑，不好意思说错了。好，继续往前。这瓷器展览的也比较多一些。那么康熙的一些青花瓷也是我们的偏向。好，这边。佛像还有一些文房器皿呢，文房器皿是向来广东重镇每一场都会有的项目。我们对文房的笔墨纸砚，还有一些摆件漆器银具，还有香炉向来是我们一个比较受欢迎的板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古墨板块，古墨呢是存世量是相对来说其他物件是比较少的，因为它一个是它实用，可能买回去那些画家他就用掉了，就很难保存下来，完整的很难。然后第二个呢是它的保存的这个条件呢相对要求比较高，它相对容易碎，所以呢完整好的古墨呢现存不多。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几套，其中有2套呢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是两晋康熙时候的古墨，一个是吴天章。吴天章呢是康熙的一个制墨大家，他呢也是做集锦墨的。所谓集锦墨就是一套一套呈现那种墨。还有那个王立文也是康熙时期的一个制墨大家。从我们现在流传在市面上看到的古墨，基本上是以晚清跟民国还有80年代、70年代的那一批比较多。那么康熙跟明代的古墨呢，流传下来的数量是非常少。那么吴天章跟王立文这几年的拍卖行上面也是比较难找得到的墨，它是属于收藏级别的，可能买回去就不舍得用了。那么广东省博物馆呢有一定那个吴天章的那个壁格式的一个竹形的壁格式的古墨，也是作为广东省博物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那我们这一次是有幸征集到2件，可以多多关注。有兴趣的来现场上手，我们不像博物馆不能上手，这个是可以上手的。好，继续往前。还有一些砚台呢，就是
我们是偏向于实用型，这次征集的砚台都是实用型，就是价格不高，都是无底价，1000块钱起拍。买回去呢又可以用，又可以欣赏，又可以玩啊，这个是属于实用型的。好，继续往前。有一批那个铜器呢，也是属于我们比较偏爱的一个杂项板块。我们铜器的数量是相对来说比较多，包括有那个铜的墨盒还有那个香炉以及铜造像之类的都有品种比较多。那么现在市场上铜器相对来说比较吃香的应该是文人香炉文人香炉我们这一次也有不少，包括有文物店的生皮壳的，还有一些玩得很熟的，还有一些可能皮壳重新就是老皮壳弄掉，可以重新再养新皮壳的这种都有包括这些这些都是挺好的，包括这个压金炉都是带原作的，还有一些私人款的也有那么这种就是很典型的明代的这种展刻的这种香炉每个朝代都有，就选择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一些我再看到还有这种仿古的这种因为清代的时候呢，对于这种博古器是特别喜欢和注重的，然后可以拿来焚香，也可以拿来作为花器使用。我们在很多的那个绘画上面都会看到牡丹配一个青铜鼎，或者一个鬼它是属于博古器那一类。我们这次博古器的东西也是蛮多的。那么可以看到这2个香炉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是属于精造的就是制造是比较细腻、比较好的，工艺是比较好一些。包括您看到这一个呢，是一个天教的一个香炉，它从造型、铜质，还有这个手头的重量来说，都是相当不错，可以多多关注。然后这一个呢是洒金工艺的这种铜香炉，配一个原配的那个铜底座，这件也是有一个相当不错的一家拍卖公司的有一个来源好。好，我的介绍呢基本上是到这边。还有最后一件，可能想给大家介绍几把剑，就是兵器。兵器呢是比较冷门的收藏品类，但是呢，它也有它一个很出彩的地方，就是说它在用料还有一个用途上面都有讲究。那么有一些呢是供奉于书房的这种镇宅的辟邪的，像这种七星剑这种七星剑，我们有一把七星剑很特别，是银哨的，就是银装，就是这些刻的这些金属地方是银的，不是铜。大部分我们看到是黄铜，但这把是这个银的。银的相对来说，它这个从工艺还有这种精造程度来说更好，比较珍贵然后这3把呢是那个礼仪剑有一把是那个供奉剑。那它这个呢是鲨鱼皮的，鲨鱼皮做这个剑哨呢是相当有这个传统，它是有这个韧性，还有就会防潮各方面它这个有这种传统。这几把也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其中那一把带骨质的那个剑把呢，有一件在英国皇家军械局博物馆有一把与这个是相同的这是属于礼仪剑，就是侍卫佩戴的那种礼仪剑，不是实用剑。好，我这边介绍就差不多到此。好，我们继续。